通过《山海经》等古籍可以看出，在上古神话中，不少上古大神是可以结婚生子的。比如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，与其兄妹女娲结为夫妻，生了4子，4子代替日月，历4极，以成天赋，并以不测时。比如火神祝融，《山海经·海外南经》中说，南方祝融兽身人面，成2龙，介绍了他的来历。炎帝之妻，赤水之子听妖生炎居，炎居生桀病，桀病生细气，细气生祝融。祝融是上古大神炎帝的后裔。再比如轩辕黄帝与雷祖结为夫妻，并且生2子，其后皆有天下。其一曰玄霄，是为青阳，青阳降居江水；其二曰昌邑，降居洛水。上古大神对于普通百姓来说，感觉比较遥远。随着东汉时期道教的创立，道教的神仙如玉皇大帝、太上老君、八仙等逐渐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之中，尤其是灶神、土地神等护佑家宅的保护神，更是深受百姓的喜爱。道教的神仙体系十分的庞大，既有先天道气化身而来的先天神祇，如三清天尊、东王公、西王母，也有自然界神格化而来的自然神，如雷神、东岳大帝、北斗星君等等。细心的朋友会发现一个问题，为何上古大神能结婚生子，而后来的道教神仙却很少有结婚的呢？这其中又有什么渊源呢？为了更好理解神仙不结婚，先解释一下神和仙。神和仙，神仙者，长生不死之生命也。神者外语，仙者自成。神这个概念不是宗教性质的，与佛和仙不同，神是个信仰概念，是个制度概念。我们这里不谈上古大神，只说后世之神。有些上古时期的诸如女娲、共工、祝融、刑天等为先天自然之神，与后世所谓的神是有严格区别的，一般俗称为大神或称上古大神。先从广义上讲的话，仙有5种：天仙、地仙、神仙、人仙、鬼仙。狭义的仙即指天仙、地仙。神仙二者之间是2种不同的形态。神在古人的描述中是没有肉体的，仙是有肉体的，而且仙是通过各种传说中的内丹、外丹修炼，让人成为修真者，拥有着几乎无尽寿命的生命体。了解了神和仙的区别后，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玉帝、王母为何禁止神仙结婚的原因。不能结婚的原因，玉帝王母掌管着天庭，肯定是需要制度的支持的，禁止神仙结婚也其中必定也会有缘由。统治者向来有着无上的权威，仙界的发展也要向长远考虑。根据古人的描述，天庭的各个神仙都是有着仙位的，神仙们各司其职。如果神仙结为道侣，其后代如何安排？毕竟仙位都是定数。如果是神和神之间的结合，玉帝、王母应该不会去干涉。毕竟对于一个没有了肉体的灵魂，并不会因为结为伴侣而产生后代，不会影响仙位这个定数的存在。并且神和神之间的结合就如同电波之间的相互传递，对于仙界的影响基本为零。对于神和仙之间的结合，对于仙界也是没有影响的。神是没有肉体的灵魂形态，神与仙交合也只能是神与仙的灵魂之间的互动，不会发生物质的交叠，也不会产生任何的后果。神和仙间的结合对于仙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影响，毕竟仙是一个灵魂交往，久而久之会不会产生焦虑、幻觉也说不定。然而仙和仙之间若是结婚，就不是仙界希望看到的。从成仙的途径分析，如果是内丹修炼者，应该摒弃红尘，往往是因为服食一些有了灵性的植物，从而达到形成内丹的结果。比如1000年的人参、千年何首乌之类，都可以帮助内丹修炼者形成内丹。内丹修炼心态十分重要，心如止水是最基本的要求。如果仙和仙之间产生了情愫，那么内心空灵的状态就很难保证。而仙在修炼永生大道的过程中，心态的波动对其寿命的影响极大。由此可见，禁止仙之间结婚也是合理的。可以说，内丹修仙者为了永生，大多会主动放弃寻找道理的想法。还有一种仙人和修炼内丹者不同，他们不需要修炼内丹，就可以靠着强横的药效成仙。这种仙人结婚对于自身是没有影响的，对于仙界的影响也不大。但是要知道，仙之所以称之为仙，是因为其拥有着无限的寿命。但是仙界也是有界限的，所以说人口拥挤对于仙界来说是一个大问题。如果仙和仙之间结婚，不但下子嗣还好，但若诞下子嗣后，对这个界限是有影响的。所以为了杜绝这种情况，玉帝王母只能颁布禁止仙与仙之间结婚的法令。你觉得仙与仙结婚生的小孩会不会有法力呢？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既然今天说到了神仙，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家里神佛的供奉禁忌。风水小课堂之供奉神仙禁忌。首先将神位请到家中，切不可3分钟热度，不论是哪路神仙，都要以贡品供奉，且逢初一和15一定要上香。
上香是人与神佛、圣尊或先祖的一种沟通方式，其意在于表达对佛陀的尊敬、感激与怀念。其次，神位供台周围不宜喧闹，最好是处在一个单独的净室，方便供奉时心里能不受干扰。而供台不能朝向祖宗牌位，也不能并行摆放，房间也尽量分开。除此之外，可以信仰很多神佛，但供养时却不能太多，只可供单一的神仙或菩萨，这样反而会更灵验。因为神位的信力多少取决于个人的虔诚度，供养太多反而起不到什么作用。而且很多神佛之间会有互相排斥的现象，你勉强凑在一处，反而会弄巧成拙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下期见。